你有沒有覺得每次踏入股市，就像是走進了一個巨大的情緒賭場？你真的在買股票，還是在買彩票？我們嘴上都掛着一句金科玉律，買入股票就是買入企業的一部分，聽起來像個成功投資者的通關密語，對不對？但請你老實告訴我，當一只股票在你眼前瘋狂跳動，紅的綠的，閃得你心跳加速時，你腦子裡想的是啊，這家公司最近的財報真棒，還是快，它要漲停了，我得趕緊上車。你看，問題就出在這。這句話我們都聽爛了，但真正理解它並且做到的人不到1成。為什麼？因為股市裡充斥着一種最原始、最強大的魔力——價格的誘惑。那根 K 線就像是一條隨時可能噴出火焰的巨龍，你的眼睛、你的心跳、你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它緊緊吸住。你以為你在投資，但大多數時候，你不過是在对明天的股價做一场緊張的猜謎遊戲。想象一下這個畫面：一個老人家10幾年前買了一家企業的股票，然後把交易密碼徹底忘了，扔到腦後。10幾年後，他偶然想起，挖出來一看，財富翻了幾10倍。這是真實發生過的故事，聽起來像個笑話，但它卻揭示了投資的第一道難關：如何從價格波動的泥潭中解脫出來。股神巴菲特早就看穿了這一切，他給我們一句忠告，簡直是反人性操作指南：股價大幅下跌才是你買入的機會，股價大幅上漲才是你考慮出售的機会。其他時候，你最好忘記這個市場，把精力放在公司的分紅和運營上。但我們呢？我們追漲殺跌，在上漲時興奮地衝進去，在下跌時恐慌地割肉離場。這太順應我們的人性了，對不對？因為人性喜歡即刻滿足，喜歡快速致富。你讓我慢慢變富，太慢了。巴菲特曾經被人問過，你的投資方法這麼簡單，為什麼沒人照做？他的回答就一針見血，因為沒人願意慢慢變富。這才是投資的真相，不是比誰聰明，是比誰有耐心，是比誰更能對抗自己的原始慾望。而這個耐心不是靠硬忍出來的。你一定聽過長期持有才是王道，你也下定決心要長期持有，但只要股價開始波動，你的心就跟着懸了起來，手癢癢的想動一下。你覺得自己自控力太差，對不对？錯了，這不是自控力的問題，這是認知的問題。我們來做個心理測驗，給你2個選擇：現在吃掉一塊美味的糖，立刻滿足，或者等2個小時，但你可以拿到10塊更美味的糖，甚至是一個你夢寐以求的新玩具。你會選哪個？我想絕大多數人會選擇等。為什麼？因為等待的獎勵太大了，等待的效用從一點點變成了巨大。這套邏輯完全適用於投資。普通投資者眼中的長期持有效用可能只有1，他眼中的短線交易效用也是1。他會選當下就能抓住的一鳥在手，而頂尖投資者眼中的長期持有效用是10，是巨大的財富复利，而短線交易帶來的那點小利簡直可以忽略不計。他看到了那顆能長出參天大樹的種子，自然不會去計較眼前這棵小草。所以優秀的投資者不是在忍受短期波動，他們根本就看不上短期波动帶来的蝇头小利。他們用对長期巨大價值的信仰去輕鬆碾壓短期交易的低級衝動，這叫高級慾望壓制低級慾望。你跑步不是靠堅持，是因為你開始享受跑步帶來的暢快和健康，痛苦自然就消失了。讓我們回到那句老話，買入股票就是買入企業的一部分。當你真正理解這句話，你會發現你關注的重點會徹底轉變。你不再盯着股價上蹿下跳，你開始關注企業本身創造了多少價值。股價的公式很簡單，
股價等於每股盈利乘市盈率。拉長時間來看，你的財富增長主要來自哪部分？是每股盈利的增長，也就是公司一年比一年更賺錢。至於那個市盈率，就是大家願意給這家公司多少倍的估值，它會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，最終它會回歸到某個平均值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你通過猜估值波動來賺錢，本質上是一場零和博弈，你賺的錢是別人虧的錢。但如果你通過分享每股盈利增長來賺錢，你賺的是公司和時間為你創造的財富。巴菲特說的太精闢了，從長期來看，股市就是一台稱重機，它最終衡量的是企業真實的重量，是它的盈利能力。短期市场可能是個投票機，靠人氣和情緒；長期市场一定是稱重機，靠的是硬實力。當你意識到這一點，你就明白，投資不是在買低賣高，而是買入持有，分享成長。你成了這家公司的隱形股東，你 buy to keep 是為了擁有它，而不是為了交易它。既然我們的目標是長期持有優秀的企業，那問題來了，如何判斷一家企業是否優秀？這就要說到能力圈了。所謂能力圈，就是你真正看得懂、能理解的企業範圍，不懂就不要碰。這聽起來像廢話，但在實踐中，我們常常被熱門題材、最新的科技概念或者某個大師的推薦帶着走。我們是基於想象在投資，而不是基於深刻的理解。一個真正的投資者必須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，問自己幾個問題：我對這家公司的商業模式真的比別人更了解嗎？我能大致判斷它未來10年會是什麼樣子嗎？如果它的股價跌了50%，我是會恐慌的賣出，還是會興奮的買入更多？因為它的基本面沒有改變。如果你對任何一家公司的前景都無法做出可靠的判断，你就不應該自己下場炒股，這不可恥。你可以選擇把錢交給專業的基金經理，主動型基金，或者聽從巴菲特的建議，定期定額買入指數基金，這等於投資了整個市場裡一籃子最好的企業。知名投資人把巴菲特的安全邊際解釋為對公司的理解度。如果你對一家公司一知半解，那無論你買入的價格多便宜，都沒有安全邊際，本質上都是投機。所以各位，炒股炒的不是 K 線，炒的是你自己的人性和認知。你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，只投資你真正了解的公司，用股東的心態長期陪伴它成長。這把鑰匙才能真正開啟你的財富自由之路。我們常常談到風險，一提到股市的風險，大家第一個反應是什麼？股價大跌，對不對？一跌，我的錢就少了，這就是風險。這是我們普通人最直觀的感受。但是，當你真正理解了買入股票就是買入企業的一部分之後，你的風險觀會徹底被顛覆。股神們眼中的最大風險，從來不是股價波動，那只是市場先生發脾氣，給你送錢或者搗亂。他們眼中的真正風險只有2個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，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第一個風險，買入錯誤的企業。這就像你花大價錢買了一塊看起來很漂亮的土地，結果發現它下面是流沙，根本建不起房子。一旦企業的基本面、它的競爭力開始惡化、崩塌，或者你根本就一開始就判斷錯了，那才是真正的風險，你的錢是永久性損失了。第二個風險，在過高的價格買入。就算是一家好公司，但你用了一個透支未來10年、20年成長的天價去買它，那麼即使它未来繼續成長，你可能也賺不到錢，甚至會被套牢幾十年。你發現了嗎？
股價波動，我們最害怕的那個根本不在風險清單上。如果一家優秀的企業因為市場恐慌，因为一些短期事件而股價大跌，這在優秀的投資者眼中不是風險，而是千載難逢的打折機會。巴菲特甚至說過，他希望他持有的公司股價能持續下跌，這樣他就可以用更低的價格積累更多的股份。這種心態，你能不能想象？這背後比拼的依舊是對企業的透徹理解。你理解的越透，股價下跌，你心裡越篤定，太棒了，又可以撿便宜了。如果你理解的不夠透徹，股價一跌，你心裡就會冒出無數個問號，我是不是看錯了？是不是要跑了？你的心魔就會被價格波動趁虛而入。我們前面講到，通過股價波動來賺錢，基本上是零和博弈，扣除交易成本，甚至是複合博弈。而通過分享企業成長來賺錢，是複利的奇蹟。讓我們用具體的畫面來感受一下，這兩種模式的差距有多大。想象一下，有兩條路。第一條路，短線交易之路。你每天盯盤，像個獵人一樣追逐熱點，今天買這個題材，明天賣那個概念。你或許可以做到一年賺個20%，聽起來很厲害，對不對？但你付出的代價是什麼？巨大的精神內耗，無數的交易手續費，以及無數個被套牢的夜晚。更要命的是，你的每一步成功都建立在比別人跑得快的基礎上，你賺的錢很可能就是另一個跑得慢的人虧掉的錢。你的目標是從別人身上賺錢。第二條路，價值投資之路。你一年可能只做2-3次交易，但每次都是深入研究一家具備強大護城河，能夠持續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公司。這家公司每年盈利增長15%，你只做一件事，持有它，享受它盈利增長帶來的複利。你知道複利有多可怕嗎？一個每年穩定增長15%的企業，它的價值在5年內會增長1倍多，10年內會翻4倍，20年後它的市值會是今天的16倍。而你在這個過程中幾乎沒有付出任何交易成本，你的精神世界一片寧靜。你的目標是分享企業為社會創造的財富。你覺得哪條路更省力、更持久、更能讓你睡得安穩？這就是認知鴻溝帶來的巨大差異。很多人在第一條路上辛辛苦苦跑了一輩子，回頭一看，只賺了一點點，甚至還虧了。而少數人選擇了第二條路，看起來無聊又慢，但最終卻被複利奇蹟送上了財富的頂峰。我們把時間拉長，你會發現，短線交易者在和市場所有人競爭，而長期投資者只在和一家優秀的企業合作。這個畫面是不是非常清晰？你有沒有想過超明星基金經理的作業？或者聽哪個老師說哪隻股票會漲，就跟着買入？絕大多數人會這麼做，因為我們覺得他比我專業，我直接跟着買就好。但請記住，投資是一場個人修行，你抄作業就意味着你放棄了理解這個環節。查爾斯·埃里斯說得好，如果策略不是由透徹的理解所決定，那麼它就會被臨時事件所影響。當你的作業開始下跌時，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？恐慌，因為你不知道它為什麼漲，自然也不知道它為什麼跌。你不知道這家企業的底層邏輯，不知道它背後的安全邊際在哪裡。你手裡拿着的股票對你而言只是一個代碼，而不是企業的一部分。但是，如果這只股票是你自己花了100個小時，讀了10份年報，走訪了3家供貨商，自己研究透徹才買進的呢？當它下跌時，你心裡會非常清楚，這次下跌是因為市場情緒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沒有任何改變。你不僅不會賣，你甚至會感激市場又給你一次用便宜加碼增持的機會。安全邊際不是價格跌多少，而是你對公司的理解度有多少。缺乏理解度的投資，無論買入價格多低，
都是在刀尖上跳舞，都與投機無異。所以，想要投資致富，你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。你的能力圈到底有多大？你的研究夠不夠深入？不要假裝理解，不要相信奇蹟，只買你敢在它大跌時閉着眼睛買入更多的公司。這就是投資致富的最後一把鑰匙。你現在應該徹底明白了，股市裡真正讓你賺不到錢的，從來不是市場，而是你自己的心魔。是那種見到價格上漲就忍不住衝動的貪婪，是見到價格下跌就恐慌割肉的恐懼。這兩種情緒就像兩把鋒利的剪刀，不停地剪斷你財富複利的枝條，讓你永遠在原地踏步，甚至倒退。我們總結今天所有的核心觀點：第一，徹底放下對 K 線的執念。股市短期是投票機，它靠的是情緒和人氣，但長期它鐵定是稱重機，它衡量的是企業真實的重量和盈利能力。你把注意力放在短期波動上，你就是在參與一場複合博弈，你累死累活，賺的只是蠅頭小利。把目光聚焦在企業本身的成長，你才能搭上複利奇蹟的快車，享受財富爆炸式的增長。第二，不要用忍去對抗慾望，要用認知去碾壓它。你不是自控力差，你只是認知不到位。當你真正理解了長期持有帶來的價值是短期交易的10倍、20倍時，你自然就不会再被眼前的蠅頭小利所誘惑。這不是在比誰更會堅持，而是在比誰對價值看得更深、更遠、更透徹。用對巨大複利的信仰，去輕鬆碾壓那點追漲殺跌的小衝動。第三，風險不是跌價，風險是買錯和買貴。真正的風險是你根本不了解你買的是什麼，是你把錢投給了那些沒有護城河、缺乏長期競爭力的企業。當你買對了企業，當它因為市場恐慌而大跌時，你不僅不該害怕，反而應該興奮，因為市場先生又給你送來了一次用折扣價買入好資產的機會。最後，記住最關鍵的一點：投資是一場修行，你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。你能力圈之外的東西，哪怕再熱門、再誘人，都與你無關。你必須學會不懂不做，只投資你敢在它大跌時閉着眼睛買入更多的公司。因為只有当你深刻理解了這家企業，它才真正變成了你財富的一部分，你才真正具備了安全邊際。各位，我們今天不是在教你技術分析，我們是在重塑你的投資世界觀。投資的成功從來不是靠天賦異禀，而是靠這種反人性的認知和極度的耐心。現在你已經拿到了這把鑰匙，選擇權在你手上。你是要繼續在情緒的賭場裡追逐短期的刺激，還是跳脫出人性的陷阱，開始踏上價值創造、長期複利的安靜之路？我相信你的選擇已經非常明確。關注我，我識財之道，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。